耳机上。小李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戴着耳机。一起工作的那些年，我看他至少换了有5副耳机。一开始从扣脑袋上的，到后来的入耳式的。对此，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他，要注意安全。我知道那种耳机降噪功能很好，可以随时随地地专注于某件事情，但正因为如此，它会主动屏蔽掉环境中的噪音，而这些噪音中有些时候却包含着某些重要的信息。你开车也戴耳机啊？我瞪大了眼睛问道。因为限号，我让小李送我一段，毕竟我们住得很近，2个小区都在同一个街道。没事儿，我这没开降噪模式呢。小李轻轻地碰了一下耳机，憨笑着道。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道，屡教不改。车子在小区的大门口停下，与小李道别后，我便迅速地跑向电梯间。我最受不了冬日的寒风，吹到身上感觉哪儿都钻。我一路小跑，一面注意到小区的路灯杆上好像都贴着一张 A4 纸，在寒风中齐齐地发出哗哗的声响。我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 A4 纸上打印了几行字，最上面还有一张不太清晰的图片。大概又是哪个伤心的主人弄丢了宠物吧，我猜想着，毕竟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也就没有想要过去看个究竟。刚一进屋，一股暖意扑面而来，瞬间抵消了一整天的烦闷。我时常想，这也许就是我这种漂泊的人仅有的安慰了吧。暖气给得很旺，孤独的心灵一下子得到了满足。我打开客厅的电视，躺在沙发上放空着自己。至于电视里播的什么，我不在意，因为它的用途只是点缀的屋子里不那么寂寞而已。就在我脱下毛衣准备打开窗户透透气的时候，噗的一声闷响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立时停止动作，打算听遍声音来自哪里。寒风吹着哨子，迅速从窗缝中钻了进来。我一把将窗户关上，客厅里立时安静了下来，只有电视里的人还在装腔作势地演着。噗，又是一声闷响。这一次我找到了声音的方向，不是发自电视，而是来自门外。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很像一个人的手掌在拍打着大门，可是又不像是人在敲门。哪有人会这样敲门？是恶作剧？万圣节不是早过了吗？天色已黑，窗外的风呼啸着，仍在努力地想办法钻进来。我不禁开始紧张，门外是谁？关键是他想做什么？我到底要不要开门？除了风声，客厅里一片寂静，就连电视里的演员也极其配合地闭上了嘴巴。此刻，我的内心还在不断地做着斗争。如果他好好的敲门，我就去开，至少我会问一声他所谓何事。
正当我轻轻地走到玄关处，打算仔细地听一听门外的动静时，大门外传来了一阵十分轻微的沙沙声。我头皮一阵发麻，因为那绝不像一个正常人会发出的声音。如果要我形容，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类似尖雾慢慢划过门皮时所形成的令人不安的声音，很像是人的指甲，但是又不太像，因为那听起来明显要比普通人的指甲细。又挠了一下，不仅如此，我似乎还听到了非常轻微脚步挪动的沙沙声。其实不是我没想到从猫眼里看一下，只是我不太愿意那么做。坦白讲，我不是出于胆怯，因为我是一个人，而门外是几个人，什么人，以及来意我都无从得知。若是这样，我想还是不要暴露更安全一些，毕竟屋内开着灯，而外面是漆黑的。就这样，一扇门，屋内和屋外一场无声的较量持续了1分多钟。外面很安静，听不到任何声响，但我的思绪却从未停止。会不会是……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是那只丢失的小猫？我这样猜测着，虽然概率很小，但也许是呢。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我的眼睛向着猫眼的镜孔缓缓地凑了过去。果然，外面漆黑一片。那是因为楼道里全是声控灯，一般没有声音，它是不会亮的。好吧，我暴露了。既然如此，出于礼貌，我冲着门外道：“是谁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门外一片寂静，除了缝隙里钻进来些许丝丝的气流声，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一把将门打开，楼道里的黑暗将我瞬间包围，一种来自未知的恐惧犹如一只硕大的手掌压在我的胸口，让我窒息。是谁？我立时大喊了一句。过道的灯亮了，一种从至暗突然转到明亮的暴露感使我的心率瞬间上升，眼前出现了一道道极其细微的飞絮。门外什么都没有，哪里有什么人，就连小猫的影子都没有。呲哧呲哧，等等，那是什么？一阵缓缓的有节奏的摩擦声从安全楼梯里传来，我立时转头望去，就在那一刹间，一个瘦小的背影瞬间消失在了我的眼前。我甚至看到了那人穿着一种怪异的暗紫色的衣服，还有一只极细的胳膊。他的身高应该不高，像一个比较瘦的小男孩，可是又不太像。我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因为我只看了那么一眼，声控灯熄灭了。呲哧呲哧，那声音在黑暗中听来竟然如此诡异，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一个正常人。喂！我再次喊了一声，灯又亮了，可是那个声音却戛然而止。我扶着门框站了很久，仔细地听着楼道里的声音，直到声控灯
再次熄灭。其实我很想下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人？可是理性还是将我拉回了屋内。夜里，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竟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发疯似的跳下床，打开了卧室的灯，梦魇这才缓缓地退去，而我此时已毫无睡意，坐在床边回忆着刚才的梦境。黑暗中，我打着手电缓缓地走进了安全楼梯。印象中我没有来过这里，因为平时上下楼只乘电梯。呲嚓呲嚓，又是那个声音，我开始紧张了起来，因为那声音离我很近，头皮不由得一阵发紧。那声音听起来很像某种布料做的鞋底在水泥地面上摩擦发出的声音。可是现在谁还会穿那种类似千层底的鞋子啊？就在我纳闷之际，刺杀声突然停止，我的后背竟开始发热。一阵诡异的嘶嘶声从我的身后传来，我立时回头，一个没有脸的人正与我面对面地站着。一团肉色的脑袋布满了皱纹，看不到他的五官，却只有一道像是嘴一样的裂缝。他突然露出了一道褶皱，微微的上扬，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我的身体像是被裹在石膏里一样，动弹不得。就在这时，他伸出一只手，露出了手上又细又长的指甲，狠狠地插进了我的脊背。一阵温暖的液体顺着我的后背向下流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几年开始总会做这样瘆人的梦，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排解，很是苦恼。有一次找了一个神经科的大夫，他让我平时工作放松一些，不要绷得太紧，定期做一做心电图。我觉得他很搞笑，我的工作要是能那么轻松就好了。上午，我锁上大门，走进电梯间之前，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楼道。大概是做保洁的大哥把楼道里的窗户开了一道缝，吹进来的风让挂在墙上的应急通道的牌子晃了起来，与墙面不断的摩擦，发出了阵阵诡异的擦擦声。